把他放了。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连逃命的招数都一模一样。放我走！大胆，敢在牛府撒野！把爷爷交出来！牛五娘子，宫中急令，需要数红丝，我已禀明刺史，需待蜀红锦王之女季莺莺协助调查。牛五娘子，把人交出来吧。杨警官隐藏颇深，令人不容小觑。看我想杨警官误会，季娘子确实来过我府上，但眼下已经离开了。这人在不在你牛府，我搜过便知。将军府也是你说搜就能搜的。皇命难违，牛五娘子，这是要违抗皇命不成？若搜不出来，这擅闯都督府的罪责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过。好，那就打扰了。给我搜！是。杨警官，东面没找到。杨警官，这边也没找到，接着找。是。叫你自作主张！我不是吩咐过你，好生将季娘子送回府中，你怎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娘子恕罪，奴婢也是见季娘子傲慢无礼，心中为娘子抱不平，这才一时糊涂犯下如此大错，请娘子饶了奴婢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之事如果传出去，毁了季娘子的名声，你百死难赎。行了，牛五娘子，这苦肉计到此为止吧。今日之事，杨某不会说出去，咱们来日方长。
这比纸卖丝的时候热闹多了。哼，这回没人敢拦着爷卖东西了吧？你要卖什么？卖弄姿色。没。怎么不见赵二郎去呢？今日不来吗？他需要抓紧之紧，还晚点来。现在赵老太爷也不约束你和他见面，是不是坏事情了？如今他展露才华，老太爷怕又觉得奇才可居了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啊。你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与你玩笑呢。只要我们两心相印，山海无阻。哎，这位娘子，你的帕子。多谢季娘子。怎么是这杀星？你认识他？牛五娘子，牛副都督最小的女儿，命中带煞，连克死了2任丈夫。整天不是戴个面纱就是戴个面具，人还特别傲。比你还傲？上次爷跟他说话都不搭理。他连你都看不起，那我们这些小民小户在他眼里岂不是跟微尘一样？哎，他刚刚叫我季娘子，他认识我。被他认识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文君酒，8文钱一坛。你们说我阿兄和杨大郎比怎么样？比什么？比身高吗？那杨敬山赢了。比才华。杨敬山可是一州景王。那比人品和风度，阿兄总赢了吧？比人品，你阿兄赢了。杨警官，请坐。哼，你来干什么？上次的事也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昨日闲来无聊，在山中抓了这个，本想送给我的好兄弟们，但是吧，好兄弟，你最好。哎，这是你们今日要卖的。杨警官想知道？说说吧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今日芳菲宴，蜀锦人家共襄盛举，自然少不了这争魁首的。让一下。切，这窦芳菲的花魁，选的是正经的有文书入场售卖的染户，那些靠歪门邪道的不管用，没份得，还有脸到这儿来凑热闹。本次窦芳菲盛会第3名，共售卖170贯。王氏染坊王掌柜。王掌柜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孙掌柜，你这彩头是他给添的。多谢杨警官，多谢孙掌柜。窦芳菲盛会第2名190贯，孙氏染坊。这不巧了吗？孙掌柜，你这彩头啊是王掌柜给添的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大可把你的玉麒麟给换回来。喜欢。谢谢杨警官。谢谢王掌柜。诸位，本次窦芳菲盛会的魁首共售卖230贯。花式染坊。黄掌柜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杨警官。这牡丹太小，再说了，本官也不喜花草，花掌柜下次送礼可要多花些心思了。还有啊，其他的掌柜们也请放心，你们所添的彩头稍后会逐一还给各位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，飞花会的季娘子
他们没有入场文书，不能算作在内。不过，他们的猪眼驼总共售卖了多少来着250罐？250罐。这250罐，这比培训娘子我知道。这是飞花会是什么呀？哎，诸位，来呀！我们飞花会是由幻花染坊、落霞染坊、映熙染坊、流月染坊等联合成立的新行会。虽成立不久，但亦有壮志。我们立志做这益州城最好的染户，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绒花，这是我们飞花会用各家特色丝线染制而成，寓意荣华富贵、平安顺遂。今日送与诸位，以表我们飞花会一点小小的诚意，祝我们益州丝业百花齐放，各尽芳菲。这是我家年叶子做的，愿大家万事顺遂。这是我家的红蜘蛛，愿您平安如意。这是我家的剑士兰，祝大家福寿康宁。我家的松花与沧浪，穿上端庄典雅，不显胖。我家虽然没有花，但爷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多多支持，以后都是朋友。若是大家喜欢，欢迎来飞花会。飞花会，来，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。你们分一下。来，记住啊，我们是飞花会，需要订丝就找我们飞花会。你怎么了？来，平安顺遂，富贵荣华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是主人来看咱们吗？蠢货！主人不是来看咱们的，他是来看金英英的。季英留着就是个祸害。莹莹，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分明是我来迟了。是我来迟了，都没能赶上看你采花。那既然迟了，可愿受罚？愿。抬我。以此为契，那日后的几十年，你就慢慢赔给我呗。赔。原来你看中的是景王啊！因为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王，就允我向这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莹莹，能放起来？啊，放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胡正病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丝线的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
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夜诧异啊，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管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，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让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英英，你与这杨警官很熟悉吗？我与他相熟是因为有事相求，我与你相熟是因为我想与你相熟。杨警官，杨警官，跟上那刺客了吗？咱们的人暗中盯着。你看这支箭，这是军中之箭。华家背后之人来头这么大吗？华家是个突破口，一定要往下查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。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迟则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走，差他个底儿朝天。哎，往哪儿去啊？哎，走。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
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啊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岔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脚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，那这批丝去哪儿了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
来吧。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家的天天增狗的吗？金英。 杨景山，你看多乖呀，不叫，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给我装这么乖乖？乖乖乖。果然啊，我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目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 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得益州景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，走了。 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杨警官，求你放过我吧。3天了，还没开口说呢。 我曾听人说啊，这人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，轻则疯癫，重则暴毙。浩然乖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民女昭，民女贪财，又忌惮金英的才华，所以故意捏着季家的债务，想借此打压季家。陷害季耀庭也是民女布的局，为的是逼季英放弃赵家老太爷的推举机会，收下季家做幕府。后来季英染出了心色，民女 才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了买凶杀人的勾当。民女知道错了，求杨警官看在金英并无大碍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吧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原来他当真是身不由己了。除了买凶杀人，可还有别的罪行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你在浣花溪做了那么多事，背后是谁在给你撑腰？都是民女自己在生意上有图谋。那你用着玉皇丝，是要图谋什么？这丝，你是想在山上给自己织一件龙袍吗？我只是负责把这丝线送到北岭口的山洞后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民女只是被逼着做生意，其他的是谁在逼着你？
不说。你是觉得逼你的人会来救你，还是指望花小龙回来救你啊？亦或是因为花小龙那个人不得不来救你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？有。釜底抽薪，你我之间走一个人。如果我走了，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你留下来一定活不了。但若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他投鼠忌器，至少会留我一条命，甚至捞我出来。花香容，你在外面，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给华掌柜再加2个火盘，把这里照得再亮一些。锣，给我敲得勤快点。他说的可信吗？即便有诈，也得有阵，要不然怎么能炸到我？你这是以我自焚啊！放心吧，烧不到你。如今咱们手上没有其他线索，就算是有诈，咱们也得试上一试。先让暗卫去他说的那地方附近搜查一番，如有异常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过去。好。手臂打直，双膝弯曲，完成的。别缺屁股，重心下沉。哎，没有让你下这么沉，起来。哎，好，停，腰挺直了。哎呀，我还要回去染丝呢，那总不能大家都在劳作，我这个会长在这偷懒吧？你不想想前2天是谁差点让人给害了？我知道你为了我好，蹲下。但若我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不能光蹲那儿脱困吧？要不你教我点别的，更实用一点的，可以一招制胜的那种。店里这么冷清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练武呢？啊，来，我教你2招。哎呀，你若是再教我蹲马步、打木桩这样的，还是算了，我实在不是这块料。你放心，根据那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这一招绝对适合你。看好了，如遇危险，瞄准敌人双腿之间的会阴处，全力一踢，一招制敌，非常好用。倒也不是不可以，试试。啊！哎，你真要试啊？看着挺疼的，你脚会更疼。你别笑了，你就不能教他点正经的？行吧。哎，我教你点别的。还有什么招？教你骑马怎么样？这有什么用？打不过可以跑啊！你骑了马，别人追不上你，包教我会。可是你要教就好好教，我给你拿点点心去。你今日来这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教我功夫吧？我今日前来，是为解你心中所想。如今我心中最要紧的便只有一件事：朱延陀登基造册。一周的核印已经完成了，印呢，我也盖好了。明日我便派人给送出去。谁去送啊？诸葛吗？他呀，送命还差不多。
这花掌柜的背后可不简单呐，他已将所做之事都向我招了。是我先前一直觉得你一心生意，无心其他，可现在看来，你确实是无暇有心。能将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我失言了。这满益州城有负于姬家的，唾弃姬家的，冤枉姬家的，但向姬家道歉的，杨警官是第一个。错便是错了，理应道歉。其实杨警官也不必放在心上，我在益州城生活了10几年，早便适应了。若杨警官真觉得心中有愧，以后多给姬家一些恩惠便好。我得赶紧回去染丝了。等等，既然是道歉嘛，总要有些诚意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这是什么啊？你送的？你用的什么染料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染料？你在我面前炫耀别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那你是想要恩惠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呀？嗯？你这个人这么不实在，你要道歉你就真心实意的。你在这让人选的。阿姐说的是。晋娘子，我家娘子请您一叙。你家娘子是牛将军之女牛五娘子。我与你家娘子毫无交情，她为何要见我？我家娘子见您在芳菲宴上送的绒花十分喜爱，想要请您按照我家娘子养的真花仿造一批，不知您能不能接？那我得先看看那些花。追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按您的吩咐，在山洞附近探查，一连几日皆无动静。近日突然出现一拨人马，将我们围了。娘子，晋娘子来了。见过牛五娘子。姬娘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请。
其实我很早就想与季娘子一见了。茵茵一介民女，与娘子只有过一面之缘，娘子是如何知道我的？斗芳妃上飞花漫天，朱颜驼一鸣惊人。在这一州城内，谁不知季娘子名声？其实我很羡慕季娘子。羡慕我？牛五娘子身份贵重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想如季娘子这般，以女子之身成就一番事业，向我阿耶证明，女子并不是只有嫁人这一条出路。娘子好志气，娘子定能心想事成。好茶。季娘子，你可愿与我合作，共掌这一州锦业？我知道季娘子与赵二郎君两情相悦，却受赵家阻挠。我可成就你与赵二郎君的一纸婚姻，亦可让季家重回你阿耶在世时的荣耀。牛五娘子手握权势，富贵荣华，即便是想成就一番事业，又何必自降身价？都说伤者为鉴，茵茵实在难以相信娘子的一番言辞。季娘子是一个谨慎之人。好，那我便带季娘子去看，我所求为何。这位是我阿娘。我阿娘16岁便嫁入到这里，为我阿耶生了5个孩子。我阿耶一心只想要一个能跟他行军打仗的儿子，可惜接连5胎都是女儿。生我时他身子彻底败了，再也无法生我，也再未踏出过这个院子。将军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夫人她也不认得我。将军，她现在是一个只会等待丈夫回家的女人。我的4个姐姐都被我阿耶嫁给了同一种人，能帮助她换取权力的人。我也同样嫁过2任丈夫，但我不服。女子不能从官，我便从商。我一定要向我阿耶证明，我绝不会输给他让我嫁的任何一个男子。五娘子有这等志气，殷殷佩服。飞花会、朱颜驼，都足以证明你的价值。与我联手，我会将你推到更高的位置。这一州城的锦业会尽数掌握在我们手中。五娘子的价码实在诱人，你的推心置腹也让我感激。只是茵茵认为，感情的事无法掺杂利益，我和赵二郎的感情不能成为交易的筹码。而且我成立飞花会的初衷，是为如朱小娘一般无权无势的人争出一条路来。若是应了与娘子的合作，那我与那花掌柜又有何区别？所以，恕茵茵不能答应。所以我说，季娘子
还并未明白权势的滋味。权势就是我不想让你做成的事，你一定做不成。登记造册的文书不是应当送往长安了吗？难怪当日花掌柜无论如何也要让我接下朱延陀的订单，原来后手在这儿呢。牛五娘子便是花家传说中的靠山吧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季娘子可否回心转意。莺莺心意已决，谢牛五娘子厚爱。天色不早，告辞。季娘子，请留步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哎！季娘子，我给过你机会。牛五娘子此举，更加证明了我不与你合作是正确的。不合作，便与我为奴吧。季娘子什么时候染出曙红丝，什么时候再离开这个屋子。且慢。现在后悔，已经迟了。牛五娘子，可否与家里去一封信报平安？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你也不想事情闹大吧？小门小户没处闹，可国舅爷还在我们飞花会呢。给他支笔。是。娘子，写好了。阿兄阿娘，我打探到，益州城300里外发生山石崩塌，造册文书被堵在那里。我租了马车，亲自去取造册文书，时间紧急，来不及跟你们细说，望见谅。阿兄阿娘，记得多购些红花饼等原料，朱延陀用量极大。上次买染料时，孩儿带的钱财不够，多亏了玉掌柜，便付了2贯钱，还望替我归还。阿兄阿娘，勿忧勿念。一会儿送到季家。是。看好他，他若逃了，便用你的命来替。是。这些都是人曙红丝的原料，怎么备得这么齐？你还不干活，磨蹭什么呢？我盯着你呢。想染曙红丝，就这些普通的原料，那怎么行了？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楠木烧的锅灰8两，长在山石中的茜草1斤，清晨缀满露珠的红花3斤半。就这些吧。你可别想耍什么花招！还不快去！耽误了染丝，你负得起责吗？你等着！
不知道阿兄有没有收到我的信？我问过玉元姑娘了，她说染曙红丝根本就不需要你说的这些东西。你耍我是吗？染丝的是我，他们知道什么？你还顶嘴？看我教训你！看我教训你！你还跑？你还顶嘴？我看你怎么跑！你跑呀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只是给你一个教训。你要是再敢耍我，我打死你！把他给我看好了！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杨警官爱民如子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逆子啊！我若真危机到需要两位一起来相救，那么杨警官之前想知道的事情，你问什么，我便答什么。便就是要救你，也要知道你在哪里。有这个呀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无事，赶紧回家吧。可莹莹留下一封信便走了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要不我还是雇车去找找吧。我去找，你回家等着。还是我去吧。回家等着，信我。哎。今日我请郎君前来，还有一出戏，想与郎君共赏。看完了，郎君说不定会改变心意。娘子说：“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让你逃。”这又是什么折磨人的新法子？也是活命的机会，就看娘子要不要了。莹莹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请郎君看戏啊！郎君最好离窗户远一些，这些拿剑的可听不得响动，否则会忍不住射向季娘子的。别动！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啊？困兽犹斗，郎君不觉得好看吗？季娘子，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，还要继续吗？真的会杀了你的！杀了我的后果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季家、赵家，承担得起吗？
歉，出去了就放了你。放我走！放我走！你听见没有？把他放了！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连逃命的招数都一模一样。放我走！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赵二郎君一看就未曾杀过人，想杀我呀？需不需要我让他们再杀几个，好好教教郎君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与郎君说过了，我对郎君一见倾心，愿永结同好，还望郎君成全。是不是只要我拿了这个，你就可以放了爷爷？那便要看赵二郎君以后对我是否愿意以诚相待了。大胆，敢在牛府撒野！把爷爷交出来！牛五娘子，宫中急令，需要数公资，我已禀明4时，需待蜀红锦王之女季莺莺协助调查。牛五娘子，把人交出来吧。杨警官隐藏颇深，令人不容小觑。看我想杨警官误会，季娘子确实来过我府上，但眼下已经离开了。这人在不在你牛府，我搜过便知。将军府也是你说搜就能搜的。皇命难违，牛五娘子，这是要违抗皇命不成？若搜不出来，这擅闯都督府的罪罪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过。好，那就打扰我，给我搜！是。杨警官，东面没找到。杨警官，后面也没找到，接着找。是。
叫你自作主张！我不是吩咐过你，好生将金娘子送回府中，你怎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娘子恕罪，奴婢也是见金娘子傲慢无礼，心中为娘子抱不平，这才一时糊涂犯下如此大错，请娘子饶了奴婢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之事如果传出去，毁了金娘子的名声，你百死难赎。行了，宁武娘子，这苦肉计到此为止吧。今日之事，杨某不会说出去，咱们来日方长。